弟媳生了儿子，我花6万块找了个金牌月嫂，照顾她2个月。刚过1周，弟媳就想留月嫂长期做，却指望我出钱。姐，请到宝宝1岁就行，36万你现在转给我吧。我把聊天记录发给我弟，我弟反怪我：姐，你找的月嫂太好，抒情看不上便宜的，这钱你不出谁出？我倒抽一口气，立马把2个颠公颠婆拉黑。结果弟弟为凑月嫂费，竟把我赠与他的学区房挂牌出售。拉黑弟弟弟媳的第3天，我接到表姐电话：家宝，龙福社区的那套房你打算卖了是吗？我这边有个朋友感兴趣，方便把你电话给他吗？卖房？谁说我要卖房？你弟弟昨晚他发了好几条朋友圈说要卖房，卖的就是龙福社区那套。我弟握着鼠标的手指一顿，我再没心思加班。挂断表姐的电话后，阴着脸把弟弟弟媳的微信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，点开他们的朋友圈，一条又一条卖房信息，看得我差点心梗。龙福社区50平，40一厅，学位未使用，装修20万全送，只售600万。房子是婚房，刚入住1年，所有家具均为高端环保材料，单主卧内嵌式衣柜就花了20万。欢迎各位联系看房。另，售价不含电视、空调、洗衣机以及电暖炉。电视、空调、洗衣机和那台不到00块的电暖炉正是弟媳的全部陪嫁，而那套50平的房子，则是1年前我赠给弟弟的婚房。当时说好是让他居住使用，因为贷款没还完，房子都还没过户，房产证也还在我家保险柜里。他现在居然自作主张的卖房，疯了吧简直！我愤怒地拨出电话：何家明，谁允许你卖我的房子？电话是弟媳接的：姐，不想我们卖房子就赶紧把月嫂工资打过来呀，否则我们没钱请月嫂，还是得卖房。没钱请月嫂就别请。我冷冷撂下狠话：若你们俩敢卖房，那就法庭见。当时我手头在忙，没太把这事放心上，只觉得弟弟弟媳是口嗨，不至于做得这么绝。毕竟我们家的氛围一直很和睦，我和弟弟的关系也还算亲密。在盛行重男轻女的家乡，爸妈投胎生女，不仅没有嫌弃我，还给我取名家宝，足见他们对女儿的珍视。而且弟弟出生后，他们也始终一碗水端平，甚至对我更好。当年我考上 top 大学，恰好弟弟中考考了300分，原本花3万能把他送进普通高中的，爸妈却把家里仅有的钱塞进我手里：家宝，你成绩好，这学你上。结果我带着新计算机、新手机去了大学，而我弟随便读了个中专。出于内疚，大学时我会把家教赚的钱给我弟转一部分过去，这一转就赚了10多年。这个月也给了他1万，让他为弟媳和宝宝添置些母婴用品。朋友说我这叫伏地魔，我却不以为然。伏地魔那是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去帮弟弟，但对于月薪10万的我来说，每月拿1-2万出来补贴弟弟并不是难事。我还暗暗自豪自己有这个能力照拂家人。当然我弟也不是白眼狼，他帮我揍过出轨的前男友，我急性胃炎时是他陪床，他很少主动向我要钱，即使彩礼钱不够也说先向我借，并没有想白拿。所以我不理解他和弟媳这次为什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，让我出30万月嫂费，不出就卖我的房子，这是正常人能干出的事吗？气归气，我又在心里担心弟弟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。回家后还让妈妈去探探情况，或许是因为爸妈的劝说，弟弟弟媳消停了2个礼拜，
没再提月嫂费的事。我恰好结束项目，打算休息2天时，接到了弟弟的电话：“姐，你能不能先把龙华社区那套房的贷款还完？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姐，房子我和舒晴已经找到买家了，上午签的合同，等房屋解押就能交易。”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我足足沉默了10多秒，才稳住情绪。他们竟然真的把房子卖了。何家明，你哪来的房产证？房产证一直放在我卧室的保险柜里，弟弟弟媳根本不知道密码，怎么可能拿到房产证？是我从妈手里骗出来的。弟弟倒是坦率：“姐，我收了买家30万定金，这房子肯定是要卖的。”心脏猛地震了一下，连定金都收了。若不是房产交易要解押，他们怕是到过户都不会通知我。可这不仅是600万的房子，这是我的房子，他们这和明抢有什么区别？握着手机的指尖瞬间气到颤抖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何家明，你还记得我说过，如果你们敢卖房，我们法庭见吧。弟弟听出我声音里的怒意，反应竟比我还激动。姐，这套房子是你送给我的，你当时写了承诺书，说你绝不会收回房子，怎么现在又管起我卖房的事？姐，你没结婚没小孩，是真不知道广浩出生以后每个月我的开销有多大。找你要月嫂费你又不给，卖了房子正好能有一大笔钱，我也不需要再来烦你。其实你年薪100万，赚一套房也不过就是几年时间，就当帮帮我。要是卖房的事出了岔子，舒晴会和我离婚的。我当即拒绝弟弟厚颜无耻的请求。何家明，作为姐姐，我帮你是情分不是本分，限你今天之内把房产证还回来，否则等着法院传票吧。姐，这套房子明明是你自己送我的，现在又说什么情分本分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舍不得你当时别装逼呀，给了又要回去，是在耍人吗？精挑细选的婚房，花了20万装修，无偿赠与他永久居住使用，他居然觉得我是在耍人，我只觉得胸口咚咚下起冰雹，砸穿心脏。无条件接济弟弟10多年，换来的却是得寸进尺的索取，大恩如大仇。如今我算是有了切身体会。何家明，你听好，我将撤销对你的赠与，彻底收回房子。下班回到家，我还在想该怎么和爸妈说这事，就看到我妈做了一桌子菜，弟弟和尚未出月子的弟媳也在。孟淑晴抱着宝宝，仰着脖子的得意模样，像极了古时候打了胜仗的将军。姐，我们广浩出生1周了，你这个做姑姑的连看都没来看过他，也没包过红包，这可是你们何家的长孙哎！我脚步一顿，皱着眉。我妈不高兴地对他：“淑晴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家宝每天加班到半夜1、2点，连饭都没时间吃。不是故意不去看你和宝宝，妈，你就是偏心姐姐。他人不能来，那红包也不能给吗？”孟淑晴语调高了3分：“我娘家人人都给了红包，姐姐年薪100万，1分不包说得过去吗？1分不包，她怎么说得出口？”孟淑晴，请月嫂我花了6万，贴补你们买母婴用品又给了万。这些钱比你娘家所有人的红包加起来都多吧？贴补归贴补，红包归红包，没给就是没给。孟淑晴不依不饶。我爸发了火：“淑晴，家宝忙了几个月，红包等广浩满月补上就是。现在一家人好好吃顿饭行不行？”见我爸开口，孟淑晴这才不情不愿地闭上嘴。我也在餐桌旁坐下。红烧排骨、糖醋鱼、清蒸帝王蟹，满满一桌都是我爱吃的菜。妈给我加了根蟹腿，这些是佳明买的，得2100只呢。
月薪4000的人花2000买帝王蟹，看起来的确是诚意十足。只可惜这并不是何家明真心对我好。我一时间没了胃口，犹豫了一下，决定把事情摊开说：爸妈，你们知道何家明把龙福社区那套房卖了吗？爸妈知道。孟淑晴脱口而出，弟弟下意识用手肘撞了他一下。老婆，你去房间看看宝宝。孟淑晴扁着嘴离席，转身时嘟囔了一句：他又不是傻子，你们骗得了他吗？声音虽小，但我听得真切。孟淑晴说了骗字，我隐隐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试探性地询问：妈，你为什么要把房产证拿给佳明？家宝，那天你工作忙，妈不敢打扰你。佳明急着给宝宝上户口，妈就拿给他了。妈也不懂，妈妈不慌不忙，像小时候一样熟练地挑了块鱼肚的肉夹进我碗里。这是妈的错，妈给你赔礼道歉。但你弟是中专生，没你有本事，现在又要养孩子，压力确实大了点。压力大就去努力赚钱啊！他凭什么卖我的房子？我有点生气，啪地放下筷子。空气安静了一瞬，爸爸开口劝我：家宝，我和你妈也是刚知道你弟弟把房子卖了，我们已经骂过他，但现在定金都收了，违约的话得赔钱。我爸一向明事理，可他今天说的话却让我很意外。听他和妈妈的意思，都想劝我同意弟弟卖房，这不对劲。我盯着弟弟的脸，眸光犀利。何家明，你真的是为了凑月嫂费才卖房的吗？弟弟心虚的一开眼，却依然嘴硬：当然是真的，广浩只有这个月嫂哄得住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呵，我嗤笑着看向站在房门口听我们说话的弟媳，语气中没有一丝温度。孟淑晴她弟弟快结婚了吧？他怂恿你卖房，难道不是想拿了钱去给他弟弟全款买婚房吗？孟淑晴弟弟的女朋友是我部门里的一个小女生，之前我没时间关注她，这2天闲下来，正好听说她马上要结婚了。男方不仅准备了50万彩礼，还将全款买一套300多万的婚房。那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孟淑晴突然打起房子的主意，大概率是为了帮他弟弟全款买房。何家明，你老婆用我的钱给他弟买房，这合适吗？我话音刚落，弟媳就不满地闯进餐厅：姐，你已经把房子送给家明，卖房款就该是我和家明的，什么叫你的钱？孟淑晴，我在承诺书里写得很清楚，房子是赠予你们永久居住使用，现在你们擅自卖房，我会联系律师起诉，收回房子。起诉？妈妈吓了一跳。家宝，你不是常说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算是吗？怎么就要起诉了呢？你赶紧撤诉，家明他可是你亲弟弟。家宝，房子卖了就卖了，你把你弟弟告上法庭算什么？是想让全村人看咱们家笑话吗？妈妈刚说完，爸爸沉着脸接上话，语气很不好：你当姐姐的，弟弟有困难，能帮就顺手帮一下，告什么告？不许告！我很想为自己辩驳，触到爸妈焦急愤怒的双眼，却又一个字也说不出口。原以为爸妈对我和弟弟是一样的，甚至爱我还多一点，可此刻他们却全都站到了弟弟那边，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。爸妈，如果何家明不归还房子，我只能用法律维权。家宝，你就这么一个弟弟，给他一套房怎么了？为了一套房就和亲弟弟闹到法院，我怎么生出了你这样不孝的女儿？养你到底有什么用？还不如养只狗，至少不会咬主人。爸爸听到我坚持起诉何家明，终于不再演戏，他用最恶毒的话咒骂我：不如养只狗这5个字如同一把锋利的刀，划破我们家长达30年的亲情假象。
露出了他们重男轻女的真面目。我胸口疼得厉害，一字一句地反问：“爸，是我不孝，还是你们重男轻女呢？”爸爸没想到我会说得这么直接，气得摔了筷子。何家宝，别忘了当初是谁给你钱让你上大学的？如果那3万块给你弟读高中，说不定他今天赚的钱比你多。妈妈也急忙安抚：“傻丫头，我和你爸从小有多疼你，你有的东西你弟不一定有，但你弟有的东西你肯定都有，是吗？你们每个月拿我给你们的钱补贴何家明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补贴一下我？何家宝，你故意钻牛角尖是吧？你月薪10几万，我和你妈还能补贴你什么？”爸爸直接掀翻了桌子，饭菜洒在地上，碎掉的瓷片溅得到处都是。我恍惚了一下，原来月薪10几万也能成为他们不爱我的理由。那一瞬间，突然就看清了很多事，很多之前在我心里隐隐作祟，却让我始终不敢追根究底的事。比如妈妈年年带我买黄金，说是给我存嫁妆，可弟弟结婚时，我却看到那些嫁妆全都挂在弟媳身上。比如我帮妈妈下载手机应用时，无意中看到她置顶了一个3个人的微信群，里面的成员是爸爸、他和弟弟。我问他为什么不拉我进去，他解释说他和爸爸老骂弟弟，会影响我心情。又比如，我原以为口头允许弟弟弟媳永久居住在龙福社区那套房子里就够了，但爸妈却以让弟媳娘家安心为由，建议我写下承诺书。如今弟弟就是拿着这张承诺书卖掉了我的房子，桩桩件件都显示他们是重男轻女的。只是我固执地认为，重男轻女的家庭不可能全力托举女儿上大学，却让儿子读中专。而且我爸妈从小就疼我，并不是看我事业有成后才对我好的。他们如果真的重男轻女的话，又怎么可能伪装30年？事实上，他们真的伪装了30年，用拙劣的演技让自己看起来很爱我。最离谱的是，我还相信了。或许是因为承认父母不爱我并不容易，我选择自欺欺人，只要他们不触碰我的底线，我可以一次次退让和容忍。如果他们重男轻女的更真实、更决绝，不曾给我他们爱我的幻觉，可能我还不会这么痛苦。但此刻，我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中反复横跳，在觉醒和沉沦里反复试探，拼命去寻找他们爱或不爱我的证据，就像有刀子在一下一下地扎着心窝，快要喘不过气时，耳边突然响起弟弟弟媳急切的声音：“妈，你怎么了？姐，妈被你气晕了，妈妈犯了高血压，求我不要再计较房子的事。”我没吭声，下定决心，一切交由法院审理，哪怕30年的亲情最终会因此终结。那天之后，我没再回过家，妈妈给我发的消息也都没回。没想到宝宝满月那天，我的顶头上司打来电话：“何家宝，我到何家村了，怎么没看见你？”爸妈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邀请了我的上司、闺蜜和同学来参加满月宴，这让我不得不赶回村去面对虚伪的家人。还没走到老宅，就听见邻居们在议论：“老何得了个大孙子，可高兴坏了，请了全村的人，搭了台还有表演。听说女方家也来了300多个，就差把他们村的狗都带来，这不得办100来桌呀，一桌2000就是20万。他儿子这么有钱吗？你不知道吧？他们家刚卖了房子，定金30万，尾款还能拿570万，不差钱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手心冷得厉害，刻意避开与爸妈和弟弟碰面，摸到上司身边坐下：“梁总，不好意思，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。”“不麻烦，我也想沾沾喜气。”
梁巧雨一改公司里冷酷的形象，绅士地帮我打开包裹餐具的塑胶膜。还是喝热水吗？我帮你找一壶。我愣了一下，硬着脸皮说不用。闺蜜故意发出坏笑。何家宝，这位帅哥是谁呀？耳根悄然泛红。我刚想解释，弟弟不知何时走到我身后。姐，你终于来了。爸说我们一家人给大伙敬个酒。我从座位上起身，决定暂时配合他们维持家庭和睦的假象。梁巧雨是决定我升职和加薪的关键人物，我希望能给他留下好印象。家宝，来妈妈这。妈妈比前些天憔悴了不少，但她一看到我就开心地把我拉到台子中间，让我站在 C 位。一家人没有隔夜仇，等会儿封酒你来封。你是我们家最有福气的女儿。我顺着妈妈的视线看去，有张桌子上满满当当的全是茅台，至少也得好几万块。看来他们是把卖房的定金都花在这场满月宴了。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前来参加何家长孙的满月宴，现在由我为大家唱礼。失神的片刻，司仪拿着新鲜出炉的礼单大声唱礼：宝宝外婆5万，外公5万，舅舅5万。台下发出一阵惊呼，宾客们似乎不敢相信小小的婴儿竟能收到外婆家5万红包。司仪继续念道：宝宝奶奶5万，爷爷5万，姑姑600万，600万。何家宝也太宠侄子了吧。老何，你这个女儿能干又孝顺，没得说呀，真羡慕何家明。他当初拿1万块投资他姐，现在赢妈了。宾客们彻底沸腾，在司仪的带动下为我的慷慨和孝顺鼓掌。刺耳的掌声却像一个又一个巴掌打在我脸上。恰好司仪把话筒递给我：宝宝姑姑，你说2句吧。我双手握紧话筒，瞥向人群中的梁巧雨，整个人瞬间冷静下来。和亲情告别并不可耻，可耻的是放任自己继续深陷泥潭。是时候结束了。各位，我并没有给宝宝600万，也不打算给。何家明卖我房子的事情已经交给律师处理，我相信法院会给出合理的判决。空气静止了一瞬，台下一片唏嘘。我礼貌地把话筒还给司仪，话筒却被我爸一把抢走。何家宝，你胡说些什么？你如果真敢告你弟弟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他恼羞成怒，目眦欲裂地瞪着我，想抬手打我耳光，被妈妈拦住。我微笑着，当了那么多年无条件付出和服从的女儿，今天我终于自由了。何先生，我愿意与你断绝父女关系，但起诉的是我不会妥协。你们名下的那套房，何家明当年借我的彩礼钱，就算我给你与徐女士的赡养费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只有一个儿子，没有女儿。说完这段话，我感觉长久以来压在肩膀的担子终于卸下，整个人轻松无比。任凭台下亲戚邻居对我指指点点，也觉得无所谓了。但孟淑晴的弟弟孟欣却突然跑到台前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何家宝，你也太不孝了吧！亏你爸妈那么疼你，你一个女娃，他们供你上了大学，结果竟养了只白眼狼。我是不是白眼狼关你什么事？我姐是何家的媳妇，我看不过你欺负何家不行吗？你这个不孝女，你妈前几天才被你气到住院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又故意来挑事，简直丢何家村的脸。今天你们何家村的长辈们也都在这，我倒要听听他们怎么说。在孟欣的煽动下，那些曾经夸我能干、孝顺、懂事的长辈们纷纷开始声讨我：家宝，你爸妈待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和他们断绝关系？太没良心了！是啊，家宝，你小时候年年过年都穿新衣，谁家女娃有你这样的福气？快给你爸赔不是！家宝，
你从小做过家务、煮过饭吗？我们村谁家女娃不用帮弟弟洗衣做饭的？只有你一个。我看就是你爸妈把你惯坏了，让你忘了女儿该做什么，女儿该做什么，儿子又该做什么。我没有辩驳，打开手机念出我妈的转账记录。这是前几天我登录她微信收集的证据。2024年，许秀清给何家明转账97698元，何家明给许秀清转账764元，许秀清给何家宝转账8元，而何家宝给许秀清赚了08776元。你们都说我爸妈对我好，打小就疼我，曾经我也这么觉得，但成年人的世界很现实，钱在哪，爱就在哪。他们分明就是重男轻女，可为了让我主动付出，托举何家明，他们演了30年。不信你们问问，若我不给何家明钱，他们会爱我吗？话音刚落，一个玻璃杯砸在我脚边，气急败坏的孟欣恶狠狠地冲我吼：何家宝，你一个不能传宗接代的女人，还想爸妈怎么爱你？当初他们没掐死你就算好的了，生你养你供你读大学，现在让你给你弟一点钱，又不是要你全部财产，怎么跟要你命似的？你那么有钱，给我姐夫一点会死啊？怎么不会死呢？我踢开脚下的破酒杯，走到那桌茅台边上，拿起一瓶酒，直接就砸在地上。紧接着是第2瓶、第3瓶。5年前，我为了拿下客户喝酒喝到呕血，但我把那口血咽下去，继续陪客户喝，直到送走客户才打车去医院。3年前，我出了车祸，却还坚持去签约，签完才发现左眼已经看不清，医生说再晚来一点就成瞎子了。今年我连续加了3个月班，每天调凌晨3点的闹钟，准时回复国外客户的邮件，然后靠安眠药入睡，头发大把大把掉。我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是我用命拼回来的。你们随随便便就要卖我的房子，一开口就让我给何家明600万，你们怎么不去抢劫？我疯狂地砸碎了所有茅台，眼泪快要掉下来时，闺蜜从身后撑住我：家宝，你今天帅呆了。梁巧雨也赶过来，护着我们离开。第2天，我照常上班，见到梁巧雨时还有些尴尬，她却主动叫住我：何家宝，下午开会的时候，我会提议给你升职。升职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我小声说：梁总，其实你不用同情我。冰冷的当家轻轻落在发顶，梁巧雨斜睨着我，语气冷峻：何家宝，你觉得我会因为同情给你升职吗？还是你认为自己能力不足，无法胜任新职位？我尴尬地道歉，忘记梁巧雨修的是无情道，她才没那么多泛滥的同情心。不过这件事倒给我敲了一记警钟，我提醒自己不该再把何家那些破事带到工作中，可没想到家事还是闹到了公司。下午的升职会上，孟欣、孟淑晴带着我爸那边的几个亲戚突然闯进会议室：各位领导，我们要举报何家宝，他不守信用，自私自利，把他爸妈气到病危。有这样的员工会损害你们公司的信誉。听说你们今天还要给何家宝升职，像他这种为了钱连亲生父母都不管不顾的员工，你们敢用吗？说不定以后他也会为了钱出卖公司。孟欣和孟淑晴说完，亲戚们开始指责我或劝我去医院看爸妈。会议室里乱得像菜市场，公司的大老板扶额摇头：何总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还没等我开口解释，梁巧雨在大老板耳边说了些什么。大老板拧眉起身：给你半小时处理。大老板走了，其他几个副总也离开会议室，梁巧雨是最后一个走的。
走之前，他特地看了我一眼，是肯定和鼓励的眼神，让我瞬间安心。何家宝，叫你作死！你领导都走光了，升职黄了吧？如果你还要继续起诉我姐夫，那我指定把你工作也搅黄。孟欣自以为成功报复了我，一脸得意。我微微勾唇，拿出手机发了几条信息，把他女朋友许招娣叫进会议室。何总监，小姑娘不敢看我。孟欣一把揽过她，宝贝别怕，有我给你撑腰。何家宝不敢对你怎么样。我没理孟欣，盯着许招娣的脸。公司有规定，门禁卡只能本人使用。你把门禁卡借给孟欣，让他带一群人过来扰乱公司秩序，严重违反了公司规定。我会建议 HR 解雇你。何家宝，你一个自身难保的总监，凭什么解雇我女朋友？我自身难保。我往椅背上一靠，表情坦然。我每年给公司创造上亿的利润，你觉得他们会因为你的几句话就把我辞退吗？接着我转向许招娣，小许，你应该很清楚我在公司的位置。现在我给你一个选择，拿回门禁卡并让孟欣马上离开会议室。我可以保证你职位不变，但薪资下调2个等级。当然，如果你想继续帮你男朋友抹黑我，那我会让保安把你们一起请出公司。许招娣工作向来努力，不是那种恋爱脑的女生。听我这么说，她以分手威胁孟欣离开。孟欣，昨天你找我拿门禁卡的时，只说你想找何总监谈谈，现在带这么多人进公司，是想害死我呀？孟欣自知理亏，愤愤不平地踹翻椅子，追着许招娣跑出会议室。孟淑晴和几个亲戚却仍不肯走，叫嚣着如果我不去医院见爸妈，他们就赖在公司。我招了招手，示意等在门口的保安全部进来，把他们请出去。何家宝，我可是你叔公，你敢这么对我？保安，不走的抬也抬出去。会议室终于安静下来。我看了眼时间，距离半小时还剩15分钟。我没急着联系梁巧宇，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椅子上，平复呼吸。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打开，一杯热水放在我面前。梁巧宇问：为什么没有开除许招娣？他虽然违反了公司规定，但没有造成实质上的损失。我觉得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你不像是心软的上司，或许是因为他叫招娣吧。我知道他可能会比别的女孩过得更不容易。梁巧宇顿了顿，在我身边坐下。何家宝，你应该明白，虽然通过努力可以化解很多困难，但唯独亲情不是你努力就能获得的。我点头表示认可。梁总，你说的我明白。其实最让我窒息的不是父母一味的索取，而是他们吸我血的时候，又让我感觉到他们内心是爱我的。就像冬天身上穿了一件湿透的棉袄，穿上冷，脱下也冷，穿或不穿都是错。察觉到我情绪低落，梁巧宇突然露出一个明朗的笑容。我没有相同的经历，无法给你有效的建议，但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解决。你那么优秀，你的能力已经超过了很多男性，甚至有一天会超过我。所以何家宝从不会被亲情打败，能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。我看着他像阳光一样温暖的眼睛，不由得红了脸。那天我向梁巧宇申请提前下班，回到家后把爸妈的东西全部打包寄回何家村，换了大门的密码，并将我和何家断绝关系的声明置顶在朋友圈，以防日后他们打着我的名义借钱。但我知道这件事还没完，真正的硬仗是我和何家明的官司。由于我拒绝调解，法院很快立案。何家明收到传票那天凌晨1点，妈妈提着虫草鸡汤在社区门口拦下了我的车。
我把他带到附近的麦当劳，明亮的灯光下，他两只眼睛肿得像核桃，局促地打开保温壶。妈，去借个碗。不用，有什么话直接说，我等会还要加班。家宝，妈是来向你道歉的。妈妈哽咽起来。你现在一个人住，要记得2周洗一次被子，冰箱里过期的东西不要吃，上班前留盏灯。你总是那么晚回家。她像一位慈母牵挂着自己的女儿，但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。说完了，那我走了。等等，妈妈一听我要走，突然着急起来，见我正盯着她，又尴尬地垂下眼，支支吾吾地恳求：家宝，你可不可以撤诉？抒情今天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说如果拿不回房款，就要和佳明离婚，让我们永远也见不到广浩。你们见不见得到广浩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家宝，你不要这样，广浩是我们何家的孙子，是你的亲侄子，怎么能让别人带走呢？妈，求你帮帮佳明吧。我无语地站起，妈妈匆忙拦下我：家宝，你是妈的好女儿，最后一次，只要你最后帮佳明一次，妈以后绝对不会再要求你做什么。我凝视着妈妈心力交瘁的脸，问出了一直想问的那个问题：够了，你们重男轻女就重男轻女，为什么还要假装爱我？家宝，妈没有假装爱你。妈妈哽咽出声：你刚出生那年，我因为生了女儿被人戳脊梁骨，直到你弟出生后，我和你爸才在村里抬起头。这男丁才能入宗祠的传统，不是妈能改变的。而且你终究要嫁人，我和你爸养老得靠你弟弟，所以难免会对他好一点。家宝，妈以前的确偏心了，但你也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妈怎么会不爱你呢？得到确切的答案，我只觉得可笑。大清朝亡了100年，哪怕我年薪100万，足够优秀，却还是要因为这么封建、这么烂俗的理由，遭受重男轻女的对待。但好在一切结束了。徐女士，最后一次告知你，房子的事我不会退让，一切等待法院的判决。何家的事今后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与何先生的赡养费我已经付清，记住你刚刚说的，养老请找你们的儿子。庭审那天，孟淑琴和孟欣都来了，他和何家明看上去已经和好如初。关于和好的原因，我略有耳闻。听说前不久，他们逼着爸妈把我买的养老房挂牌出售，因为价格低，看房的不少，帮孟欣凑200-300万买房应该没问题。闺蜜曾问我要不要管这事，我摇头拒绝。避免陷入泥潭的最好方法就是远离泥潭。不管何家以后怎么折腾，都与我无关。但我猜，指望儿子养老的何先生与徐女士应该很失望，没想到儿子儿媳会盯上他们的养老房，所以今天这样重要的时刻，他们都没有出现。不过这样也好，避免了尴尬。由于事实清晰，法官当庭给出了公正的判决，撤销我对何家明的赠与，允许我收回房子。何家明不仅要退回30万定金，还必须支付买家30万违约金。拿到判决书的何家明愤怒地等在停车场找我算账。何家宝，你拿回房子就算了，凭什么要我出这60万？如果你不服判决，15天内可以上诉。何家宝，你到底在得意什么？你不过是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女儿。我告诉你，60万我1分都不会出，不出就准备当老赖吧。我推开何家明，坐进刚买的新车。还有，你说错了，我不是被赶出家门，是我不要你们的。何家明选择继续上诉。忙碌的工作让我无暇参与2审，全权交给律师处理。这件事对我影响也越来越小，小到已经无法触动我的情绪。突然有一天，
许招娣告诉我，他和孟欣分手了，并提醒我小心孟欣和何家明，他们貌似商量着准备报复我。我很感谢许招娣的提醒。何家明和孟欣试图绑架我时，我按响了提前买好的警报器，刺耳的警报声吓跑了何家明，引来了公司保安。孟欣气不过，拔刀刺向我。我拿着防狼喷雾乱喷一通，却没什么效果，还不慎扭伤了脚。幸好接我下班的闺蜜撑开雨伞冲向孟欣，来不及逃跑的孟欣被4名保安控制住。何家宝，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，否则你弟弟也是共犯。孟欣一脸痞相，根本无所畏惧，似乎笃定我不会报警。我拿出手机打开免提，当着他的面拨出0。你说的很对，何家明是共犯，所以你们一起进局子吧。在我报警前，保安队长已把事情汇报给梁巧宇，他第一时间赶了过来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高冷总裁慌成这样，外套里面穿着睡衣，头发也乱糟糟的。一看到坐在车里的我，他立刻恢复冷静，半跪在车门旁查看我脚踝的伤。家宝，我送你去医院，警察还没来。家宝，你先去医院，我和几位保安大哥在这里等着。闺蜜把车钥匙交给梁巧宇。家宝就交给你了，他脚走不了路，你得抱。梁巧宇接过钥匙，没听完闺蜜的叮嘱，就启动了车子。焦急和心疼的眼神应该超越上级对下级的关心。虽然我的脚没什么大事，但梁巧宇却以上司的身份要求我住院观察几天。他陪了我一整夜，直到第2天闺蜜过来，他才赶去公司。谁家上司这么好，还亲自陪床啊？别闹！何家明抓到了没？抓到了，全认了。不过这算是刑事案件。你爸妈那边，他们还没找我，有点出乎意料。何家明被抓后，爸妈自始至终没给我打过电话，倒是之前总嚷嚷要离婚的孟淑晴连夜抱着孩子找到医院。姐，我给你下跪磕头，求你原谅孟欣和佳明吧。我如果知道昨晚孟欣会带着佳明绑架你，是绝对不会让他们出门的。孟淑晴哭得难以自已，左脸上隐约有巴掌印。孟淑晴，要怪就怪你自己，没能力帮衬孟欣，却又热衷当伏地魔，结果呢，害人害己。是，都是我的错。孟淑晴的眼泪一滴滴落在宝宝脸上，宝宝也嗷呜嗷呜地哭泣起来。她手忙脚乱地哄着，卑微又懊悔。丈夫和弟弟都被关在派出所，她是真的怕了。可有什么用？若她不能摆脱原生家庭的压榨，类似的事还会发生。孟淑晴，你起来吧。其实我们很像，固执的爸，偏心的妈，喂不饱的弟弟。糟糕的家，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，哪怕我们为娘家付出所有，他们依然不会感激你，只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。所以你不用跪我，真的想我写谅解书，就拿出诚意，1份200万，2份400万，400万。姐，这太贵了。贵吗？我知道你手上有200-300万，卖养老房的钱本来就是我的，嫌贵你可以不买，出门左转就是电梯。最终孟淑晴赚了我200万，用谅解书保释了何家明。我不在意他是不是已经醒悟，只管收回我的钱。爸妈这段时间没有联系我，住院期间，我的唐伯伯何家村村长倒是来了一趟，原以为他是为何家明说情来的，结果他竟然提议让我捐款支持宗祠扩建。我拒绝了他。村长，男丁才能入宗祠，你找我捐款合适吗？家宝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你出资孝敬祖宗，他们会保佑你事业蒸蒸日上，那这种好事还是留给男丁吧。
村长见我油盐不进，有些生气。何家宝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副样子？5年前宗祠重修，你不还捐了10万吗？说到这个，我差点忘了，当年我捐了钱，但石碑上刻的却是何家明的名字。村长，怎么写名字的时候没我的份，要钱的时候偏偏就想起我？村长被我问得语塞，意识到以后在我这里是要不到钱了，冷着脸嘲讽我：何家宝，你这名字当年还是我取的，家宝家宝，这才有了你弟，否则你们家连修宗祠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微微一愣，家宝的家，原来不是家，而是家，宝也不是我。从我出生那天起，他们期待的宝贝就只是那个尚未出生的男孩，还有当初你考上大学，何氏宗亲会可奖励了你5万块。虽然这笔钱被你爸给了你弟，但你总得还村里这份情吧？宗亲会奖励我5万，然后这笔钱被我爸领了给何家明，而爸妈却拿着3万块对我说这是家里所有的钱。原来如此啊！震惊之余，我暗想 VIP 病房的专属护士铃，指着村长，对进来查看情况的护士长说：麻烦帮我把这个人列入访客黑名单。何家宝，你什么意思？请你离开的意思？出院后，我和梁巧雨之间有了些许微妙的情愫，只是谁都没有明说。直到我30岁生日那天，闺蜜告诉我她给我筹备了一个游艇生日趴，让我一定要记得洗头化妆。天天找我拼饭的闺蜜哪里会舍得包游艇为我庆生？我隐隐有些预感，有这种实力和心思做这件事的人大概是梁巧雨，而且她今天好像请假了。何副总，有一位老太太在前台等你。接到电话，我下了楼，在转角看到许秀清提着保温壶，她显得拘谨，一个劲地跟过往的同事解释：何家宝是我的女儿，今天她生日，我来给送她长寿面。等了一会儿，见我一直没有出现，她眼圈开始泛红。小李，帮我告诉那位老太太我正在开会。前台将我的话转达给许秀清，她很失望，拜托前台把长寿面转交给我。小姑娘，麻烦你跟我女儿说，生日一定要吃长寿面，才会长命百岁。待许秀清落寞地离开，我让小李直接帮我处理掉长寿面，以后他再来找我，就说我不在。小李愣了一下，点头应好。我平静地走进电梯，心里没有一丝负罪感。其实有一份证据我没有提交给法院，而是永远地存在手机里，那是客厅智能监控记录下的一幕。我最忙的那个月，爸妈和弟弟在我家商议如何卖掉我的房子。爸妈，要是何家宝发现我偷偷卖房怎么办？会不会翻脸呢？我愤怒地拨出电话：何家明，谁允许你卖我的房子？我是啊，家明，这房子早卖了安心，你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嫁人了，到时候便宜她老公还不如折现给你。家明，你拿到钱以后只能给抒情200万，其他钱得自己留着。不过这事别让你姐知道，就说钱都给抒情了，在你姐面前咱们都要装穷。爸，我知道了，等何家宝出嫁，我和抒情就带广浩搬过来住，到时候这套房子也是我们的。我曾试图去理解，去和解，但我发现原生家庭给我的全是伤害，却还要我讨好着乞讨爱，这根本不可能。所以呀，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值得修复，有些伤害也不是一碗面，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。该说拜拜时就要当机立断。事实上，摆脱了父母和弟弟的消耗，我独自活得更精彩了。生日趴上，我遵从内心，接受了梁巧雨的告白。闺蜜起哄，要我许愿和她长长久久，我拒绝。你知道的，我只有一个心愿，
我的心愿是创立一家自己的公司，成为行业独角兽。当越来越多女性站在社会的顶端，越来越多女性拥有话语权，才会有更多招娣、叛地觉醒。像我和孟淑晴这样的伏地魔才会不断减少。女性期待的公平，从来都是争出来的，而不是被设身处地考虑就会冒出来。我还要继续往上爬，直到站到最高处。闺蜜会心一笑，举起香槟。何家宝，那我不祝你早生贵子了，祝你勇往直前，祝你昂扬起航，祝你梦想成真，行了吧？我与他轻轻碰杯，祝我们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老公和小叔子都各自结婚几年了，在乡下也各有一套房，却一直没分家。他们兄弟感情好归好，但我是不愿意回乡下掺和的。年前，6岁的女儿闹着要回去过年，我答应了。在我家吃团圆饭时，她突然嚎啕大哭，说自己的车厘子被堂哥堂姐吃光了。妯娌在一旁风轻云淡地逗我女儿：“哎呀，就那点车厘子，你不会生弟弟妹妹的气吧？”婆婆也笑道：“你是姐姐，不能当小气鬼，要学会让着弟弟妹妹哦。”而老公扒拉着饭，什么也没说。女儿兜兜委屈的哭声，混合着大人的逗趣声，在我耳边萦绕，让我心如刀绞。我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一把抱起兜兜，朝院子里的车走去。走，妈妈带你离开这鬼地方。身后热闹的饭桌瞬间沉默了下来。老公顾胜把筷子往桌上一摔后，疼得站起来，喊住了我：“小孩子贪吃而已，不至于，就5斤车厘子，吃了就吃了，再去买不就行了？大过年的，别抓着一点小事不断放大。”婆婆也小跑着来拦我们母女俩，她脸上堆满了笑容，却掩藏不住眼底的心思。奶奶哄，奶奶哄，说着做事就要从我怀里抢走兜兜，我却将兜兜抱得紧紧的，像护着幼崽的母兽。婆婆看我丝毫不放手，愁眉苦脸道：“哎，孝然啊，就是孩子们玩闹而已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明天我就去买车厘子补给你，这样可以了吧？”玩闹？我想多了。我看着满脸堆笑的婆婆，冷声问道：“什么叫我想那么多？前几年我怀孕的时候被偷偷拿走的东西还少吗？我倒是很早就想问了，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我家的？怎么谁都可以在里面随便拿东西不打招呼？公公去世后，婆婆一直住在我们这边的房子里，平时她在家时，会让隔壁的妯娌来我家一起吃饭。如果光是吃饭，我倒没什么意见，反正生活开销都是她在出。可是妯娌拿我们的房子当她自家的房子，就越界了。我清楚，我那话一出口，场面会特别尴尬，毕竟没人把这事儿摊开来说过。但我还是要说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顾胜率先跑过来，语气加重了几分。现在又要拿几年前的事情说了。你怀孕的时候，王林才嫁进来，哪知道那些规矩？况且之后他也给你道歉了，你干嘛还抓着这事不放？王林就是我妯娌。顾胜说我的间隙，他正一声不吭地揽着自己的一双儿女，站在我家堂屋的台阶上。小叔子顾军也走到了我面前，毫不留情地说道：“嫂子，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们兄弟俩彻底分家，好，我分不就行了？各开炉灶。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是不懂，还是装不懂。乡下的家分不分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常住，但是总要知道边界感吧。不是说没分家就可以随意拿别人屋子里的东西，他们现在就是在刻意弱化这一个关键点，偷换概念。”顾军拉着他老婆孩子刚走出没2步，婆婆就开始抹起了眼睛。顾胜一看，气得脸都绿了。这样的阵势，好像我才是那个不讲道理、
破坏和气的人，而他们一家才是委屈的一方。我心灰意冷，抱着已经平静下来的女儿，走到顾胜面前，质问道：“还记得当年是谁答应我的，绝不会让女儿在这个家受委屈？现在女儿的东西被吃光了，你却连个屁都不敢放，你觉得女儿以后怎么看你？”顾胜愣了一下，随即心虚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。当年我和她结婚后，丧偶的婆婆就是不让他们两兄弟分家。她说，只要她放假回乡下住，两家就必须一起吃饭，这样显得和气。我拗不过，便和顾胜在城里买了房子，之后也都在城里住着。临近预产期时，顾胜让婆婆去城里照顾我，她却说自己不习惯城里的生活，无奈只能我回乡下。婆婆当时还跟我抱怨，要不是照顾你，我还会在外打工，根本不会回来。但是既然回来了，儿子们也都在外上班，那两边儿媳我都得顾着。当婆婆就是这么无奈，你能理解吧？笑然，我当时想着，婆婆孤身一人，怪可怜的，她要怎样就随她吧，只要不影响我的利益，不让我受委屈就行。更何况她自己出生活费做给两家吃，我也不该有什么意见。一开始都相安无事，后来我的东西总会莫名其妙少了、没了。直到有一次，我放在桌上的宝宝4维影像图不知去向，我才问王林，他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哦，那个东西啊，我以为你不要了，我就给扔了。”他看我冷了脸，又嬉皮笑脸地说道：“哎呀，嫂子，我就是看你大着肚子，想着给你打扫一下屋子的，谁知道你那东西那么重要。”那时候他语气里的敷衍和轻蔑就让我很不舒服。王林，你这种行为我不喜欢。你在我家扔我的东西之前，至少应该先问问我吧。王林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：“咱妈说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这么计较干嘛？我还不是替你干的活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以前我也用了你一些东西，等会儿我让咱妈立马买来补给你。”她急不可耐地想在我面前表现出婆婆不仅纵容她碰我东西，还会拿钱出来替她补偿我。我当时只觉得和这样的人毫无共同语言，直接把她当空气一样掠过了。也不知道她怎么哄的婆婆，婆婆真的立马花了1000多把那些东西都补给我了。可我的心里总觉得不得劲，像吞了一只苍蝇，恶心却又吐不出来。那时候我就告诉顾胜，现在都这样不分你我，以后怎么办？电话那头，顾胜的声音冷静又无奈：“别想那么多，我弟媳农村人，和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同，她素质就那样，其实没什么坏心。她还说生完就回城里，暂时忍一忍。”我当时为了肚子里的孩子着想，便没有闹大，只是让顾胜承诺，以后我们孩子的东西绝不会被妯娌一家偷偷拿去用了。他当时就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告诉我：“放心吧，都结婚有孩子了，大家肯定知道分寸的。真要那样，我一定不会让孩子受气。”他的声音透过冰冷的电波，听起来是那么的真诚，那么的坚定。结果现在难得回次乡下，妯娌家的分寸依然是没有的，5斤车厘子被吃得干干净净，连一颗都没留给我女儿。而我的老公顾胜显然也没做到当年自己承诺的事，他不仅没有维护好女儿，反而指责我夸大其词，小题大做。顾胜像是想起什么，将我拉到了一旁，笑然：“你先别走，我去处理，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，可以吗？”他的语气近乎讨好，又变回了以前那个好爸爸。我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：“可以呀，但是如果是补车厘子给我，那我可不要你妈出钱补的。过去每一次妯娌不告而拿走了我的东西，
都是婆婆自己出钱补给我的。说好听了，是婆婆做得好；说不好听，是我妯娌拐着弯啃老。她知道婆婆一定会偏向她，一定会替她善后，所以肆无忌惮在我家横行霸道。这次我要她亲自道歉，补偿我和女儿。你告诉王林，她必须带着车厘子，拉着他俩孩子到兜兜面前道歉，否则这事没完。顾胜连连点头哈腰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放心。我看了眼渐渐走远的小叔子一家和婆婆，心里又是一股气。这么多年了，婆婆一直嘴上说对两边都一样，实际却总是自然而然地偏向小叔子一家。我没孩子时大大咧咧惯了，没感觉到也就算了，但现在有兜兜了，她越来越记事。要是知道奶奶只喜欢弟弟妹妹，不喜欢她，她心里会怎样想呢？她会不会觉得在这个家里她是个外人？一想到这，我就不由得抱紧了已经熟睡的女儿。小小的她此刻睡得如此香甜，对这世间的恶意一无所知。我一定要保护好她，不让她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。在我们自己的卧室里待了半天后，婆婆才弯着腰敲开了我们的门。一进来，她就坐在了床边，抚摸着熟睡的女儿，笑道：“奶奶的乖孙女，是奶奶和婶婶错了。婶婶去买车厘子了，一会儿就带着哥哥姐姐来给你道歉。”她的话显然是说给我听的。我放下手机，看了眼她虚伪的笑容，说道：“那就等王林买来再说吧。现在兜兜在睡觉，一会儿醒了刚好吃车厘子。”婆婆只是尴尬地点点头，出去了。我琢磨着，要是王林真的破天荒带着孩子来给兜兜道歉，我也就当这事没发生过。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总不能闹得太难看。而且我和顾胜一家常年住城里，一年四季从不吵架，只要不和妯娌一家过多掺和，我们的生活平静又温馨，没必要在他们道歉的情况下得理不饶人。傍晚时分，顾胜喜滋滋地抱着兜兜下了楼，边笑边哄着：“婶婶把车厘子给你买回来了，不哭了哦。”我听着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却又没法反驳。本来是还给兜兜的车厘子，被顾胜说的却像是妯娌特意买给兜兜的一样。这混淆概念的话术用的倒是炉火纯青。算了，让兜兜得到弟弟妹妹的道歉，意义更为重大。意料之外的是，整个道歉流程特别顺利。王林甚至还主动把车厘子盒子打开，伸手拿了一个洗来喂给兜兜吃。这个车厘子啊，我买的进口的，肯定好吃，兜兜多吃。看到女儿高兴地吃着，我也想去盒子里拿个吃。这不拿不知道，一拿才发现盒子里的车厘子只有面上一层是新鲜的，底下全是蔫了吧唧的，干子都黑了。我拿起一颗坏的，对着灯光照了照，甚至都能看到果肉上细小的霉点。身后依旧是他们一家的欢声笑语。我气血上涌，一把将车厘子盒子打翻在地。王林，你买一半好的一半坏的什么意思？故意欺负人呢你！我指着地上的车厘子，怒火中烧。顾胜的脸色早已变得铁青，我眼看着他放下兜兜朝我走过来，上来就推了我一把。王林都给你又道歉又买车厘子了，你怎么还找事？他的声音冰冷刺骨，不问具体原因，就在这胡乱耍威风，想干什么？好好的年不过了是吧？兜兜被吓了一跳，旋即扔掉手中暗红的果子。他伸出小手，一下一下打着顾胜的腿：“不准你打我妈妈，不准打我妈妈！”婆婆见状，赶忙重重的一把推开兜兜：“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没礼貌？你妈平时到底怎么教你的？怎么能打爸爸呢？”我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来，直到一瞬间，嘴里有了一丝腥甜的味道，才回过神来。
抱起兜兜，转身上了楼，把他放在床上后，给他找了部动画片。宝宝乖，妈妈下去处理一点事，你在房间里好好看电视。等下听到任何声音都别怕，妈妈马上就会上来接你。楼下，顾胜不知去向，婆婆就跟没事人一样，在厨房忙里忙外，热着中午的剩菜，油腻的香气混杂着令人作呕的平静，弥漫在空气中。而小叔子和王林正在摆弄吃饭的圆桌，他们旁若无人的谈笑，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不存在。王林看我下来了，依旧自顾自地布置着桌子，他像是要故意说给我听似的，指挥着小叔子道：“这个茶几挪过去，在这不好看，桌子往中间放，大气一点。茶几是我买的，放置的位置是我挑的，桌子也是我之前挪的，靠着墙显得堂屋更大。”可是此刻，王林却擅作主张，和小叔子一起改变我家的格局。我二话没说，上去就按住了王林的动作。王林被我吓了一跳：“干嘛？大过年的你发疯不吃饭，我们还要吃呢！让开！”正巧，婆婆端着一盆热菜从厨房出来，她没看我，倒是朝着屋外的侄子喊：“孙子快来，这里有鸡腿，快来快来！” 5岁的侄子蹦蹦跳跳着，从院子外的夜色中跑了进来，伸手就要拿鸡腿吃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立刻抬手将桌子掀翻了。马德，这么不当人是吧？吃吃吃，我让你们吃个够！哐啷一声，热菜洒落一地，吓到了侄子，他立马逃到他妈身后，怯怯地看我。我可没心思去管屋里的人是什么反应，谁在哭，谁在捶地，谁在撞墙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直接进了厨房，只要是能吃的能喝的，全给他掀在地上，油盐酱醋撒了一地，瓶瓶罐罐滚落，叮当作响，像是混乱的交响曲。我女儿没得吃，你们也别想吃，不让我女儿过好年，那谁踏马都别想过好这个年。小叔子走进厨房，眼神凶狠，伸手就要打我。我早有准备，立刻拿出手机对到了他眼前，通话页面上鲜红的1103个数字格外刺眼，是我刚刚拨打出去的报警电话。你踏马的打我呀？怎么不打了？小叔子的手僵在半空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最终还是没敢动手，收回手，用食指指着我，骂道：“你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你？这是顾家，不是你李家，哪里容得了你放肆？放肆不了，我也放肆了。”我朝地上呸了一口后，双手一拍，转身出了厨房。毕竟还有事没做呢。堂屋里，婆婆正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哭天喊地的声音震耳欲聋。哎呦，我是造了什么孽哟，大儿媳呀！我这想着王林家没你们2口子富裕，搞些吃的给他孩子，你怎么又生上气了？从前我会尽力理解他，毕竟我和顾胜确实比王林2口子有能耐，而顾胜作为大哥，有时候是要顾全大局的。但是顾全大局不意味着我要带着孩子一起委屈退让。这次我连看都没看婆婆一眼，直接越过她，走到了外头。王林正带着他的2孩子躲在院子里，正要往自家走，主打一个惹骚不送骚，可能吗？车厘子的事我还没找他算账呢。我快步走向车子后备箱，拿出以前给兜兜买的喇叭。那个喇叭一说话，声音起码传出10几米远，是兜兜最喜欢的玩具之一。王林，你给我站住！这就想走。声音经喇叭这一放，显得格外洪亮，在寂静的夜里传出老远。毫不夸张，周围的其他邻居估计也都能隐隐约约听到我的声音。王林捂着耳朵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
他死死地揽着他那两个瑟瑟发抖的孩子，脚底抹油般开溜。我急步跟上，像猎豹追逐羚羊一样，寸步不让。都是女人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把戏呀？心疼钱不肯买好的车厘子就想以烂充好。我逼近他，喇叭几乎要戳到他脸上。王林，你这婶婶真是好歹毒的心呐！居然买发霉的水果害自己侄女。婆婆、小叔子还有顾胜，就跟约好了似的，转眼就到了我跟前。他们像三座大山一样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顾胜伸手要拿走我的喇叭，我却一闪身，像泥鳅一样滑溜，没让他碰到。顾胜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看你爸走得早，我才不会体谅你妈。我指着婆婆的鼻子，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她的真面目，自己去村里打听打听，哪家孙女被忽视成这样。我家有钱，就该我女儿吃亏受气。我的声音在喇叭的加持下，响彻整个院子，像一颗炸弹一样，炸开了这个家庭的虚伪面具。顾胜几次想要张嘴解释，可都被婆婆的哭声给遮了过去。婆婆惯会在我们两口子面前做戏，就比如现在，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声嘶力竭地哭诉自己苦命，哭诉自己丈夫死得早，现在两个儿子闹成这样。她说自己不如死了算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拿着喇叭走到她面前，收起你的苦情戏吧。你要真那么想，早就付诸行动了，怎么会在这浪费时间，还坐在这哭？大过年的，是哭给我看的，还是哭给邻里邻居的看呢？过去，我一直放不下自己的素质和礼貌，没有把话说得太直白太难听，总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但是今天，我实在是难以再忍受下去了。更难以忍受的是，当我和女儿受委屈时，我的老公，女儿的爸爸，居然没和我们站在一条线上。顾胜，我们离婚吧。我抱着兜兜离开了那个乌烟瘴气的家。车窗外，烟花绚烂，照亮了整个夜空，新年的欢乐溢满了整个马路。可是车子里，我和兜兜却异常可怜。兜兜安静地坐在车子后排，透过后视镜，我看到深深浅浅的光影在他稚嫩的脸上流转。黑暗之中，我的眼睛开始酸涩无比，隐忍多久的眼泪终于倾泻而出。刚巧这时，兜兜问我：“妈妈，我们是要去姥姥家吗？”我赶忙擦掉眼泪，不让他发现我的异样。是呢，姥姥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很多东西，这次没有任何人偷你吃的，都是你一个人的，开心吗？兜兜踢着双腿，看着窗外的烟花，笑嘻嘻的点头拍手。小孩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，大人的世界经过几小时的风波已经分崩离析，而孩子们却只念着前方的美好。驱车半小时，回到了熟悉的小区。我妈牵着兜兜上楼，喂他吃完东西后，将他给我爸带着，然后才拉着我进了卧室。门一关，我再也没忍住，抱着我妈哭了起来。你就这样一声不吭走了，这么窝囊？妈妈恨铁不成钢地问我。我哽咽着，断断续续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，从掀翻厨房到喇叭，以及临走前，我跑到小叔子家里，重新布置他家家具的壮举。我妈听完，戳着我的脑袋骂我蠢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关上门自己闹闹得了，拿啥喇叭吆喝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丢人，他们都不觉得丢人，我为什么要觉得丢人？我反驳道，该觉得丢人的是他们顾家。妈妈叹了口气，苦口婆心地劝我，两口子日子就是这样的。顾胜这人他是顾家，工资又上交，就是脑子轴，拎不清，有时候太把他们顾家当回事了。只要你们在城里过自己的小日子，在意你那小叔子和妯娌干什么？我心里一阵酸楚。是啊，只要忍一忍就可以了。可是凭什么？
都是母亲，都是儿媳，为什么我的孩子要忍，而妯娌的孩子不用？孩子这么小就得忍，长大了说不准还会继续忍，永远低人一头。我妈低着头不说话了，她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的怯懦，只撂下一句：“谁要你要嫁的呢？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？”就出去和我爸一起带兜兜了。这句轻飘飘的话，却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里。是我选的，可当初结婚的时候，谁不是抱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？谁又能预料到婚后的鸡零狗碎，一地鸡毛？我抹干眼泪，摸出手机，屏幕上没有顾胜的消息，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绝望感将我紧紧包围，心也正一点点往下坠。在娘家待了3天后，兜兜就开始闹着要见爸爸。我实在不明白，他爸爸都那样护着他堂弟堂妹了，他怎么还会想着他爸？可我不能怨他，他还是小孩，还什么都不懂。我只是问他，要是一定要在爸爸妈妈中选一个人陪着你，你选谁？兜兜摇头晃脑想了好久，小脸皱成一团，像是在思考一个世界难题。最后他奶声奶气地回道：“那还是妈妈吧。”我妈刚好从厨房走出来，听到我的问题，瞬间不高兴了。你说说你，问孩子这些干什么？我知道我这样子不对，可是我忍不住，毕竟顾胜连着3天都没联系过我们娘俩。大过年的，别人一家3口团聚着，其乐融融，朋友圈里晒的都是幸福的全家福，而我们家却陷入了冷战中。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更加心冷。看我低着头不说话，我妈又问我：“你接下来怎么打算？”我将兜兜送去了我爸的书房，让他和姥爷一起玩，然后斩钉截铁对我妈说：“离婚啊！”我妈愣住了：“你真要离婚？”其实这3天我冷静下来后想了很多，顾胜并不是一个有大毛病的人，如我妈所说，他工资全数上交。我们在城里住着时，他也一心只为我们母女着想。多年前他就告诉过我，作为家里的大儿子，他应该要多一些度量和责任。他爸不在了，如果他再冷着脸拒绝小叔子一家来我们这吃饭，就显得太冷血。可是忍让归忍让，吃饭归吃饭，他明显不知道度在哪里。这一次，我并不是非要打定主意和他离婚，但发生了这么多事后，如果他仍认为我和兜兜就该和他一起忍让，一起受委屈，那我才是真的死心了。正当我琢磨怎么开口让顾胜跟我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时，他的电话打了进来。笑然，王林家里那个海姆立克法海报去哪里了？你看到没有？王林的女儿吃了车厘子，结果和卡在喉咙里了，现在正急着用海姆立克呢。他在电话那头着急忙慌地反复问我有没有看到，我心突然慌地揪了一下。可是我还真没有见过什么海报。讽刺的是，前几天他们一家子吃光了兜兜的车厘子，现在却因为一颗车厘子核而慌乱不堪。听着顾胜着急忙慌的声音，我的心又沉了几分。顾胜，我没见过什么海报，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天是我的海报莫名其妙不见了，而兜兜卡住了喉咙，你会怎么样？电话那头传来了长久的沉默。顾胜，正月初7民政局上班，我们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。如果说之前我还在幻想着可以靠离婚激他，那我现在就是彻底死心。妯娌家的孩子卡住了喉咙，他给我打电话，只是问我海姆立克海报，难道就不可以上网搜吗？怎么就非要给我扣帽子？而且他自己的女儿呢，不重要吗？别人的女儿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，享受着阖家团圆，而我们的兜兜呢，他好像一点没考虑到自己的女儿。那天过后，我把电话直接关了机，整天带着兜兜出去玩。
我妈每次拿着电话来找我，都被我一把推开。我知道电话那头是谁，所以我不接。一直到正月初六，婆婆和顾胜俩人一起来了我家。彼时，我爸带着兜兜去了楼下玩，正好可以不让兜兜听到不该听的。顾胜显然已经做好了认错道歉的准备，要拉着他妈一起劝我。我面容冷淡，看着顾胜和他妈在我家客厅里，像两只等待审判的鹌鹑。我妈也没打算给他们好脸色。亲家母，想当初我就说了，让兜兜跟着我家姓。我们当爷爷奶奶可只会疼他一个孙女。当时你怎么说的？你可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承诺了的。如果你真没拿兜兜当回事，现在改姓还来得及。我妈的声音不大，却字字如刀。婆婆立马开始抹起眼泪，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委屈。亲家呀，我是真的一直拿孝然当亲闺女疼啊，当然也疼兜兜了。她就是我亲孙女，我不疼她疼谁呀？亲孙女的东西能随便让人拿走？亲孙女能吃不上鸡腿？我妈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婆婆的伪装。客厅里的气氛瞬间凝固，婆婆哭得更厉害了，开始诉说自己的不易。孝然，妈知道你善解人意，通情达理，比王林那个小儿媳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她抽泣着，试图用说王林的坏话来突出对我的喜欢。王林他厉害呀，我一个独身老人，又没丈夫撑腰，哪里敢说他，还不是一直顺着他的意思。婆婆继续哭诉，试图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王林身上。我妈不曾见过她这招，但我是懂的。我这婆婆惯会演戏，诉苦，当两面派，说不定她在我们面前说王林的不是，在王林面前说我的不是呢。这一点，我在当年怀孕住在乡下时就曾有过体会。当时我年轻不懂事，还以为婆婆真拿我当亲闺女一样，什么都跟我说。谁知道就前几天，我在小叔子的房子里胡乱布置家具时，一眼看到她偷偷跟王林使眼色。那时我就知道，这个婆婆不仅一碗水端不平，还是个两面派。我妈眼看就要被婆婆的哭诉忽悠成功，顾胜的脸色也明显缓和了不少，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他们母子俩一定觉得，只要我妈信了这套说辞，我也就跟着信了。可笑，我漫不经心地从兜里拿出手机，屏幕一亮，恰好停留在和王林的通话界面上。婆婆那虚伪的表情瞬间凝固，笑然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天地良心，这电话真不是我主动打给王林的，是王林一直给我发消息，说我摔了他家东西，要我赔钱。我没理过他，所以他才一直给我打电话。就在刚刚婆婆声泪俱下表演孤寡老人的戏码时，王林又打来了。我不过是顺手接了，不小心让王林听到了婆婆对她的精彩点评而已。顾胜脸色铁青，拿过我的手机，确认真的是王林打过来的后，眼神复杂地盯着我问道：“王林怎么会给你打电话？”我故作惊讶地反问：“你们居然不知道？”王林说我弄坏了他家东西，要我赔钱呢。我没回消息，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。这么大的事，你们俩居然不知道？婆婆早已收起了拙劣的演技，整个人魂不守舍的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而我妈坐不住了，她一听我妯娌要让我赔钱，登时来了火气。赔什么钱？我女儿没报警抓她都算不错的了，不告而拿视为偷。要真是说起理来，她那俩孩子都得被抓起来。此刻婆婆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她像尊雕塑，滑稽又可笑。而顾胜只会不停地重复不会不会，像个只会念经的和尚。离开我家之前，他拉我到了阳台。笑然，我们结婚几年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
她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恳求。我有时候是脑子糊涂拎不清，但是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。我们不常回乡下，我以为你不会怎样，不会斤斤计较吗？我打断了他的话，语气极其冷静。他连忙摇头摆手：不是不是，我其实清楚你是为了我好。我弟那一家人确实素质不怎么样，我私下找过顾军说了很多次了，可是王林胡搅蛮缠，这真是没办法的事。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将烟头狠狠地摁灭在了阳台上的烟灰缸里。他的为难，他的无奈，都清晰地摆在我的面前。我很想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但一想到他护着小叔子一家时的样子，就忍住了。你既然都知道王林的为人，甚至你妈是什么样的你也懂，她就是偏心你弟弟一家，偏心他们的孩子。可你为什么要跟他们站在一条线上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不是我当时看到车厘子的情况，都吃了那些发霉的果子会怎样？顾胜将头低得很深，什么也没解释，笑然：给我点时间，初八我来接你回去。我会当着两家人的面给你一个彻底的交代，要么从此各吃各的，我们那房子不再开火，要么我妈住到我弟房子里。我想了想，还是答应了，原因无他，只是很想知道这场好戏会如何精彩。初八回到村里的那天，天空万里无云，路上的雪也都化完了。隔着老远，我就听到我家院子里传来阵阵吵闹声。顾胜正开着车，尴尬地向我解释，前天从你家回来后，王林就开始闹了。闹什么不难猜，婆婆在我娘家那天，为了平息我的怒火，故意说了很多王林的坏话。王林在电话里听得一清二楚，以他那性子，不闹才怪。车子开进院子时，王林的声音也越来越大，尖锐刺耳。哎呦，看看，你的好大儿回来了，大儿媳也回来了，正好让你大儿媳也听听，你这老太婆怎么做婆婆的，两边讨好，双面针呐你。她朝脸憋得通红的婆婆啐了一口，想要把我赶出去。没门儿，当初是你自己说的两家永不分家，现在要分也可以，把你的钱都通通拿出来，都该分掉。小叔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王林就跟没有人管的猴子似的，上蹿下跳。他吃定了婆婆打不过他，说不过他，笃定顾胜守面子重情义，不会当场翻脸，所以肆无忌惮的破口大骂。顾胜终于爆发，迈开长腿冲了出去。我以为他会先讲道理，但他没有，一个清脆的耳光扇在了王林脸上。王林，过去我看你是弟媳，给你面子，你孩子怎么样我都忍着宠着，可是你在这骂什么呢？我妈还没死呢就分钱，你掉钱眼里了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妈偷偷补贴你们两口子的事，她有多少钱你不比我们更清楚啊。王林被打懵了，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顾胜。他大概没想到一向好脾气的顾胜会动手打他。顾胜没有丝毫退让，他甚至把他正在哭泣的妈妈从地上拉了起来。妈，你哭什么哭啊？就知道哭，你倒是看看你的这个白眼狼儿媳，不知道整天给你吃了什么迷药了，让你尽想着给她花钱给她擦屁股。婆婆依旧只是哭，奇了怪了，她都知道在我面前演戏，怎么在王林面前就知道哭呢？我细细想了想，王林确实比我厉害多了，也比我更精明。婆婆再怎么哭诉和解释，王林都不会信。除了这个发现，我还发现顾胜变了，也不知道他是故意为之，还是只是下意识的动作。总之，经过他这一巴掌后，后续我们的房子王林一家休想再进来了。可以说，两家是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。夜里，婆婆给我和顾胜做了吃的后，心虚地问我：笑然，
你怎么没把兜兜带回来呀？他怕我是真的会离婚，所以才没带兜兜回来。我想，既然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，那我也该表态了。以后兜兜不会来乡下了。你要是想跟我们过年，顾胜可以来接你去城里。从今以后，兜兜不会迈进这个地方一步。我怕了。虽然说现在婆婆和王林已经闹崩，顾胜还给了王林一巴掌。王林以后绝不会再厚着脸皮跑到我家为所欲为，但是谁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。我要确保我的女儿不会再受到可能有的委屈。婆婆没说话，含着泪点头道：“也是，你们一家在城里过得好好的，回来过年干嘛呢？我知道，今年你们是为了顺着我这个老妈子。我呀，活了一辈子，想的就是端平一碗水。既然现在事与愿违，以后我就不操那些心了。其实婆婆早该如此，两家在一起吃，看似一团和气，实则面和心不和，还不如早早划清界限。兄弟就是兄弟，从宏观来说是一大家，但是从微观来说，都早已经是独立的家庭了。我却将兜兜抱得紧紧的，像护着幼崽的母兽。B17离开乡下，回到城里那天，我问顾胜：“你那天说要给我个交代，不过就是借着王林和你妈闹崩，顺势搞大事情罢了。那如果当时没有这件事，你又会通过怎样的方式给我交代呢？”顾胜自信地打着方向盘，笑了。其实还得多亏了王林打给你的那通电话。那通电话后，我知道我妈和王林一定会闹崩。毕竟王林那个脾气就是火药桶，一点就炸。说到这，他愧疚地向我道歉。笑然，我知道自己很对不起你。老实说，要不是王林那个电话，我都想不到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彻底分了这个家。你知道王林这个人没素质，又不按套路出牌的，他的意思不过就是还是抹不开面子，主动去挑起事端。刚好那天王林打来电话，听到了婆婆的编排，他们婆媳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，他正好借此机会彻底闹起来，一解后顾之忧。我看着车窗外倒退的风景，没有说话。我不会告诉顾胜，那个电话是我故意接的。我也不清楚以后还会不会有不公平的事在顾家发生，但这个新年，我扯掉了身上那件素质的外衣，打破了常规，甚至做好了为此离婚的准备。俗话说，万事开头难，拒绝委屈确实很难，可是只要狠下心，勇敢迈出第一步，就可以重塑自己。以后若是再有类似的委屈发生在兜兜身上，我定然还会站出来制止并解决。毕竟一回生，二回熟了。